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遠程武器嘗試克制我，或是怎麼用遠程武器才能完美克制我的這一場比賽。對，那因為眾所周知啊，遠程武器是我 Alpha 的天敵，基本上我跳起來直接一射，我就會被他射下來了。那但是你知道怎麼樣才能完美的或者是完全的用那個遠程武器來克制我嗎？那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是做不到，因為我其實有自己一套反克制的一個系統在嘛。那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訴你，你應該怎麼用遠程武器來克制我。对，那希望你看完这部之後，你就會懂得怎麼用遠程武器來克制我。对，那來到這個第一局的中階段了。那其實啊，這邊抓到他之後，我直接給他黑毛空，然後直接打下去也是防禦英雄打下去比這個不停的連氣來得好。那這邊的話可以啊。那剛才我就嘗試避開他那個遠程攻擊，直接拉開去就行了。那這邊小一點啊，我要預判他要用 ，OK， 這邊呢他沒有。那其實我通常在 spawn 點就對面在 spawn 起來，我會預判對面究竟是會用遠程武器還是會直接衝過來。那我預期他會用遠程武器的話，我是會第一，我是會用這個鳳凰。那第二的話，我直接跳走，就像剛才一樣。那有時候跳走是跳不走，就會讓他抓到。那 OK， 這邊呢開了 Timekeeper 衣服，那這邊小一點啊，小心他的想要換位置的一些衣服啊。那沒有，那就直接把他嘗試抓他一次，然後把他丟下去，然後應該死了這樣的話，沒有。那他的血量的話，應該還可以承受多一次的那個抓捕啊。那 OK， 這邊呢直接把他打下去，那不錯，那拿下第一回合。那第二回合他換了這個夏娃，那夏娃其實啊，他是近戰英雄。要我說的話，像之前有說，夏娃他的存在就是一個為近戰而設立的一個英雄。OK， 這邊抓到，那打夏娃怎麼打？那其實就像剛才我一樣，直接預判他的那個傳送的位置，然後把他抓住。那如果你失敗的話，也就會發生像我現在這種狀況，被他貼身，然後不停的滴。那這次的那個貼身啊，如果他是用那個腳本來按的話，基本上是無解的。讓他貼身的話，所以的話我們就盡量，如果讓他貼身，我們盡量用盡所有的辦法離開他的那個攻擊範圍，像我剛才一樣。那離開他的話，然後也是回到第一步，預判他傳送過來的那個位置，然後把他抓住。對，那像我剛才一樣啊，我給這邊都換了這個遠程英雄，那不要放過他，直接把他打下去。那沒有跌傷英雄的他，那個血量就讓我很容易的拉了回來。那這邊的話也是準備頭盔，我給這邊抓到，那可以。那披風 SD 他也開了，那這邊的話他就會陷入這個算是劣勢部分嘛。我給這邊的話掉下去，可以啊，因為呢剛才如果沒掉下去的話非常危險。我這邊嘗試一下用這個盔甲來抓他，那因為他已經 OK， 這邊頭盔也開了，那他的技能就會陷入這個大劣勢。那這邊能抓到的話，直接把他封住他那把衣服。那然後這邊他是沒有速度1，所以說基本上啊，他這個血量如果吃到我這個 combo 的話，他應該是等於死了。OK， 對，那這個就是為什麼不要在技能階段亂換英雄，就是這個原因。我這邊就來到第3回合，那這邊可以預判到他的走位，直接把他抓住。那這邊的話，有時候啊，夏娃是不會換英雄的，為什麼？是因為能量是他那個輸出的很重要的元素啊。所以的話，也是之前所說，能量英雄的優點跟缺點都是在於能量，就是這個原因了。OK， 但是他已經換了。那他如果把夏娃換走的話，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做出那個其他類型的進攻。那這邊小一點啊，我們就 OK， 他換這一隊長，但是讓我抓到那個左側，那直接把他丟下去。OK， 不錯，他換回這個阿哲。那阿哲的話，沒能量的阿哲基本上就不用怕他綠色的那個球，我們就避開他那個向前戳起來。OK， 這邊的話小一點，這邊要開反撞，為什麼？是因為啊，如果大家知道酋長啊，那個重低把人打去那個牆壁上面。那個傷害是非常之高的，那基本上那個傷害是，就算你防禦有200，你要承受的傷害也是高到難以置信，所以的話，像我剛才一樣，直接開反撞去了。我這邊抓到，那直接噴撞啊，那這邊的話，他只有一個大失誤啊，
因為他是完完全全的沒有防範的我那個術士也還有 CD 啊，那這邊都抓到，那我們直接給他致命一擊，那就不會讓他有機會拉回來。